每次走進無印良品，看到琳琅滿目的商品，錢包總是會失手。重點是買了一大堆戰利品回家之後，結果發現最精華的商品居然沒有買到。這裡直接告訴你，就是它——無印良品不易破廚房紙巾。每次只要一上架，很快就會缺貨。終於在台灣也買得到，耐用不容易破，吸水性高，家中每個角落幾乎都會用到它。而且只要用過一次之後，你就會開始期待下一次使用它。真的有這麼厲害嗎？馬上實測給大家看。Hello， 今天你好嗎？我是佐能家事王子 ，AKA 斷貨王，讓我來幫助你整理收納和清洗。別讓周遭的環境打亂內心的平靜。今天需要的材料有冷水、廚房紙巾、佐藤流獨家清洗手法。在影片開始之前，別忘了先訂閱、按讚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哦。前置作業：觀察廚房紙巾。OK 啊，就是這個無印良品不易破廚房紙巾。它在日本無印良品的官網上可是拿到4.7分，日幣399，台幣99元。一卷有50張，每張大約24×27公分。紙巾本身有裁切線的設計，撕下來很輕鬆。它的材質是摸起來的觸感很光滑，它的韌性非常好，在潮濕的狀態下也不容易撕破。這是一般的廚房紙巾，一撕就破。這是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，韌性比較強，不容易撕破。和一般的廚房紙巾比起來，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表面是沒有壓花的設計。它使用完畢之後，如果沒有破損或者是大面積的污漬的話，就可以清洗乾淨、晾乾，重複使用。實測1：擠出食物多餘水分。有些料理的過程當中，需要先把食材的水分擠出來，像是涼拌用的小黃瓜，或者是包水餃的高麗菜等等。有時候擠到最後，我都懷疑自己到底是在做料理，還是在練握力器呢？那這款不易破的廚房紙巾，經得起料理界的壓力測試嗎？馬上實測給大家看。這個豆腐是要用來制作豆腐漢堡排的。那我的做法會先把豆腐的水分擠出來。這是一般的廚房紙巾。只有擠出一點點水分的時候，這個廚房紙巾已經破掉了。接着我們試試看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。給大家看一下，擠出了這麼多水分。我把豆腐先倒出來，攤開給大家看一下，這個廚房紙巾居然完全沒有破掉。還有啊，如果要自己在家裡做優格或者是煎魚煎肉之前要把水分擦乾，這一款超適合。不過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只有一種尺寸可以選擇。假如你需要擠壓大量的食材的時候，它會顯得有點小。希望未來有多一點的尺寸可以選擇。實測2：吸收炸物油脂。我的好朋友萬小姐說，她有一個困擾，就是她會自己在家裡炸雞塊、煎薯餅，或者是買雞排、鹹酥雞回家。明明看起來很好吃，但是感覺有沒有瀝乾，吃起來會很有罪惡感。所以她都會有一個儀式感滿滿的動作，就是拿出廚房紙巾幫食物去油瘦身一下。不過一般的廚房紙巾遇到油膩的食物，總是會有2種狀況。第一種就是直接破掉，第二種就是會和食物粘在一起。那這款不易破廚房紙巾會有這樣的情況嗎？待會實測的時候，左右兩側都會倒入一樣重量400克的現炸薯條。大家透過畫面上面看到的這2盤薯條是剛剛現炸出爐的，就馬上直接放到廚房紙巾上面的。接下來我們來等待1分鐘，看看它們的吸油效果如何。現在等待時間到了，來看一下這2款廚房紙巾的吸油表現。先從無印良品的開始。接着我把薯條倒出來，哇哦，這個廚房紙巾上面也吸了太多油脂了吧？接着我們來看一下一般廚房紙巾的表現。一般的廚房紙巾整張幾乎都已經吸滿油脂了。以同樣的薯條重量來說，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本身還沒有吸附到飽和，可以繼續吸收油脂。所以同樣以1張來說，無印良品它的吸收效果會更好。一般的廚房紙巾可能需要用到2張、3張才足夠。實測3：打翻的飲料。家裡有小朋友的一定會知道，他們就像是行走的灑水器，不管是牛奶、果汁、飲料，只要在你不注意的時候，就會突然出現在地板上。那這款廚房紙巾能夠派上用場嗎？為了以示公平，在開始實測之前，我會先在左右兩邊各倒1大匙的水。
現在開始實測。透過畫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一般的傳統紙巾，它的吸水速度比較快。現在水分吸收的差不多了，我把它拿起來給大家看。拿起來不會滴水。接着，這個是一般的傳統紙巾，拿起來就破掉了，而且水還會一直滴。在地上也可以明顯的看到，雖然傳統的廚房紙巾吸水速度比較快，地板上很多的水分它都沒有吸走，而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吸水速度比較慢，但水分吸收得很扎實。最後，我再用紙巾把它擦拭一下，看誰能夠擦得最乾。大家有看到嗎？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擦拭完，整個地板已經乾了，而一般的傳統紙巾擦拭完，地板還是非常的濕。而且我很喜歡它的一點就是，在你擦拭過後，可以持續拿起來擦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不用額外再抽新的紙巾。這樣子，在你手忙腳亂的時候，至少不會突然就破掉，讓你越擦越崩潰。實測是擦拭油膩的炒鍋。煎魚煎肉之後，油膩膩的鍋子，你都直接拿到水槽沖洗嗎？千萬不要這樣子做，因為這些油脂會直接卡在廚房流理台的水管裡面，長期下來不只會發臭，還會有塞住的問題。我的習慣是會先用廚房紙巾把油膩的鍋子擦拭乾淨，再拿去清洗。不過每次都需要用好幾張才擦得乾淨。那這一款會比較好用嗎？透過畫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這是一個剛煎完豬排的鍋子。現在我先使用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來擦拭。一開始我先幫它對折2折。哇哦，無印的擦過去，油脂是瞬間被吸走的。接着我使用一般的廚房紙巾擦拭給大家看，紙巾一樣對折2次。擦拭過後，雖然油脂被紙巾吸附了，但拿起來紙巾上的油卻一直滴。而且油脂無法一次就吸得很乾淨，我擦拭第2次看看，感覺1張不夠用，我需要再多抽1張紙巾。所以相較之下，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擦拭過後，油脂已經吸附得差不多了，而一般的廚房紙巾吸附油脂的效果還不夠，需要再多抽幾張廚房紙巾才能擦拭乾淨。實際使用下來，最有感的地方就是當紙巾吸附油脂以後，還可以維持一定的強度，不會擦到一半就落慘。建議大家油膩的碗盤鍋子一定要先擦拭乾淨，再拿去沖洗，不要把油脂直接倒進排水管裡面，不然塞住的時候找水電工來很花錢。實測5：擦拭碗盤杯子。清洗過後的碗盤餐具，我都會先把它們擦拭乾淨，再收進櫥櫃裡面，這樣子可以減少異味還有水垢的問題。我的好朋友萬小姐也跟着這樣子做，不過她有個困擾，就是她很討厭洗抹布。這一款可以解決她的問題嗎？我特別挑選透明的容器實測給大家看。我自己最在意的2個點就是：第一個，吸水性好不好；第二個，會不會掉棉絮。那我們先從一般的廚房紙巾開始。因為要做實驗，所以我廚房紙巾不特別去折它，就用這樣子單層的方式來擦拭。大家有看到嗎？它碰到水之後就破掉了。擦拭過後，這種一般的廚房紙巾出現破損的問題。接着使用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來擦拭，一樣是單層。擦拭完之後，廚房紙巾沒有出現破損的狀況。以吸水性來說，一般的廚房紙巾單只用1張來擦拭，擦拭完之後，廚房紙巾幾乎都濕透了。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在擦拭過後只濕了一小角，其他地方都還是乾的，代表它的吸水性還夠，可以持續擦拭更多的餐具。以會不會掉棉絮來說，無印良品的廚房紙巾在擦拭過後，透明玻璃容器看起來相當的乾淨，而一般的廚房紙巾擦拭過後表現也不錯，但是我在現場用肉眼來看，還是可以看得到淡淡的棉絮殘留在上面。我後來發現，有些人不是不喜歡做家事，而是不喜歡家事生出來的家事，像是洗完碗要清洗菜瓜布，擦完桌子要清洗抹布，真的是沒完沒了。那這一款是拋棄式的，用完髒了就可以直接丟掉。實測6：擦拭玻璃。我前面介紹的時候有提過，這款廚房紙巾它的表面沒有粗糙的印花設計，而且擦拭過後不容易有下水痕，所以我就在想，用來擦玻璃的效果好不好呢？透過畫面大家可以看到，在這個窗戶的玻璃上面有滿滿的灰塵和污垢，
現在就先把無印良品的不易破廚房紙巾沾濕，再開始擦拭。這樣子一大張的廚房紙巾沾濕以後，先把它對折成1/4等份，會比較好擦拭。窗戶的2面都要擦拭。哇哦，擦拭完玻璃真的變得很乾淨耶！大家透過畫面可以看到，這個是擦拭之前的樣子，這個是擦拭之後的樣子。擦拭玻璃之後會很有成就感。使用過後的廚房紙巾，只要用水沖洗乾淨，就可以再重複使用。貼心提醒，這款不易破廚房紙巾不溶於水，千萬不要直接丟入馬桶裡面。左邊是清洗之前的樣子，右邊是清洗後的樣子。讓我們一起找回家的感覺吧。